边你会联想到什么？天空、白云、海水、波浪、碎石、沙滩，相信吗？这集我们全都包括咯，让你画好画满。嗨，欢迎来到露丝笔记。这张层次丰富的海边照片可以分成天空白云、海水、浪花碎石以及沙滩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做讲解。就是有点那种飘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有点飘的感觉啊。这边是比较静态的，这边动态一点的感觉，那都是云的表现方式了啊。画白云会需要先打出天空的底色。如果你对这个技巧还不是很熟悉，可以参考另一支影片的连结哦。海水需要画出较粗糙的笔触，同时线条要像波浪，不是直线哦。这个技巧在另一支影片也有说明。以上这2支影片的连结，我都会贴在这集的资讯栏中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点击参考。接下来老师将会示范浪花碎石以及沙滩的画法。衬托这个东西都跟背后的底有关系哈。比方说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我们看我这块啊，这块对不对？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斜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到这里这样走，这是在上面就是有些这样的东西哈。我现在要画的是这块，对不对？这块这样一个形状嘛哈。那么然后这里呢，所有要衬托白都是靠影子啊，靠背景。比方说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到这里哈，这个边缘线是比较黑的，对不对？这里哈，这是稍微比较黑的。然后到这里，我就已经让它的渐层就是已经淡一点了哈，但是要有一点影子哦。然后反正你要让白都是靠黑来凸显。这里我上面有一个这样子嘛哈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这样子嘛。好，知道它是浪纹是这样过来的，是这样转上来哈，从右边一点往左下这样转的，所以这个白点出来以后，因为我可以用这样子啊，比方说在这里，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橡皮擦，因为上面本来是有一点黑的，不是很黑哈，这里有一点这样子，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我再来装饰它。这里我就用这个笔这样子啊，你看哈，这里我可以淡淡的，先用淡淡的影子在这，淡淡的哈。左边有一点，这边有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这样的时候，我用这个，因为这里上面本来不是有那个有些底嘛哈，这个底在用这样的时候，你看哈，这样子稍微有点快的出去，就会把那个影子就会有些白的跑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得到吧哈。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时候呢，我再来这里。一样顺了这个浪花的这个纹路啊，这个跟云其实有点像，是来回的，是来回交错黑跟白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。然后记得它要越上面越淡，所以你不要这样子一样的用力去插过去，有一点稀落这样子。就差不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。你看哈，这样子对不对哈？我们知道，我把这里要留一点白哈，有些地方就说这个是代表了这条线了哈，上面这条黑的部分，可能最后是
啊，假如这样子，那么这里是淡灰色一点点哈，涂开来，然后到这里这一层呢，都是12B 吗？6B 以上就可以。横向的啊，你要水纹的东西常常是横向的东西，横向的东西这里擦擦。那么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差不多用出来了吧？你是不是可以感觉到？应该说，注意到的不要规则，不要这样子的。你看水波哈，常常是有点这样子，就是说左右晃晃这样的感觉哈。水波常常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当然你可以有一点轻重稍微有点不同，然后这底下就这样子哈。有些地方跨过来一点点没有关系，比方说这个影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跨过来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只要不是跨过，不是全面就好。啊，我现在都是横的，我可以稍微一点点，但是搓不要一直很均匀的搓，你可以在这里搓一点点，啊，这样子一点点，就是也是有一点让它。涂晕的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一个均匀的涂。对，你不需要。这边涂多一点，对，你还可以自由一点，反正就主要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嘛。涂的时候也是要把它有一个，就是纹路在。对。一开始先将海平面标示出来，然后从画面由上而下画下来，这样画好的部分才不会不小心弄脏。画出及擦拭来回的交错，以及渐层的技巧，表现云动态及静态的对比。画海水波纹时，笔要躺着画，画出颗粒粗糙的笔触，不要涂抹，才会有波光粼粼的效果。
花的部分，先将碎石头画出，以黑来凸显白。碎石头是勾勒出浪花轮廓很重要的关键。接着一样，运用画出及擦拭来回的交错，将水花表现出来。注意最后的整体要用橡皮擦出沿着碎石流下的水流走向，让水波与碎石的轮廓更加凸显。沙滩要运用横笔，而且是不规则的画法，搭配涂抹技巧，才能完美表现水波纹的质感。